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早期颜值大赏，灵动甜美，仿佛从漫画中走出来。从龙套配角到国民女神，赵丽颖用拼命三娘的倔强撕碎标签，新还珠格格被忽视的晴儿，陆贞传奇逆袭成顶流，花千骨爆红却现争议。她以农村出身对抗娱乐圈偏见，用7年无休的片场汗水证明，平凡角色也能被演成传奇。赵丽颖，早年的她怎么看都带着一股未经雕琢的灵气。那时候，她的名字和龙套演员几乎画上等号。你记得《金婚》锁清秋里的小角色吗？大多数人压根没注意过她，但圈内人却私下里议论过这姑娘有点东西。2011年，新还珠格格播出，她演晴儿。晴儿这个角色，当年不知道被多少人吐槽过度柔弱，但赵丽颖却演出了不一样的感觉，温婉、清新，还有点甜，甚至有网友评论，比那个年代的主角还抢镜。是角色加分，还是她本身就有这股劲儿？但问题来了，晴儿火了，赵丽颖呢？当时她并没有大红。在新还珠格格的宣传阵容里，她甚至连话题度都不够。你能想象吗？这部剧后，主创们的采访通稿基本没提过她，但她并没有消失。2013年，陆贞传奇横空出世，她终于成了主角。这部剧当年有多火？电视台轮播，网络播放量过亿，堪称赵丽颖的转折点。但主角光环背后的她，依然是圈内人不看好的小透明。为什么？原因太现实。有人说她没背景没资源，演技虽然在线，但始终缺乏那种女明星该有的气场。还有人直接嘲讽，没画土味偶像，出身农村的她，在娱乐圈是一种另类。她回应了吗？没有。她选择了什么？埋头演戏。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，赵丽颖的一部部作品开始占据荧屏，但质疑声也从未停止。有人说她的戏路单一，演小白花、傻白甜，总归是吃老本。也有人觉得她的演技用力过猛，哭戏总是带点尴尬。网友甚至总结出了赵丽颖表演公式：睁大眼睛，咬住嘴唇，情绪拉满。然后呢？作品一个接一个，她的粉丝人群却越来越壮大。花千骨爆红的时候，多少人把她和杨幂、刘诗诗放在一起比较，结果她硬是凭借这部剧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明星。但流量红利也带来了麻烦，她的私生活成了八卦焦点，谣言满天飞，什么隐婚生子、炒作恋情，还有碰瓷大牌，各种爆料在网友间疯传。她从来没正面解释，圈内人却暗自佩服她的手腕能让话题度持续不详，果然是有点本事。但这背后，赵丽颖的努力又有多少人看到？她曾公开自嘲，我是个拼命三娘，最累的时候，半年拍了3部剧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有人评论她是娱乐圈的劳模，也有人酸她拼命是因为没底气。真的是没底气吗？从配角到主角，从小透明到一线，赵丽颖到底靠什么走到今天？有人说是性格，她的拼劲，她的坚持，她的不服输，才让她站稳了脚跟。但也有人认为是运气。如果没有陆贞传奇，如果没有花千骨，她可能永远只是个配角。那今天的她呢？从接地气的农村女孩到国民女神，她的转型绝对成功。但成功的背后，依然伴随着舆论压力。她结婚了，生子了，回归了，但每一步都被放大成了焦点。为什么她总能成为话题中心？是因为她够红，还是因为她够特别？或许她的特别，正是源于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网友曾评价她只有赵丽颖能把最平凡的角色演出不平凡来。你同意吗？还是觉得她不过是个运气好的演员？她的故事绝对不简单。从龙套到主角，从质疑到认可，赵丽颖的成长轨迹
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娱乐圈的缩影。提起赵丽颖，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或许是古装女神、收视保证或努力的代名词。但在今天这个话题中，我们不谈她的演技高低，不去分析她的资源与团队，而是带大家一同回到那个最初的赵丽颖，那个还未经历太多镁光灯洗礼，面庞青涩却眼神灵动的她。她早期的颜值状态，至今依旧令许多观众念念不忘，不是因为惊艳四座的精致五官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真和灵气，让人一眼就记住了她。赵丽颖的长相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神型，她没有尖下巴，没有浓烈的五官冲击力，也没有高挑的模特身材，但正是这种亲切感，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她的脸上有一种生活感的美，仿佛你在某个夏天的午后，拐角遇见的一位少女，她笑起来甜甜的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极了初恋的模样。特别是在她早期出演的影视剧中，比如《新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，《陆贞传奇》中的陆贞，甚至更早在一些配角戏份中，她都展现出了一种天真未泯、灵动自然的状态。翻看赵丽颖早年的剧照或出席活动的照片，会发现那时的她脸上几乎没有明星感的雕饰，妆容简单，发型朴素，镜头前的她更像一个真实生活中的女孩，而不是被包装过的偶像。这种自然本真的气质，在当下追求工业糖水脸、精致标准五官的娱乐圈中，反而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存在。尤其是她的笑容，清澈明亮，毫无防备，那种笑容眼里有光的状态，如今越来越难得一见。有不少网友回顾赵丽颖早期照片时直呼，她真的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。这并不是夸张的溢美之词，而是因为她的面庞、气质和眼神中确实具备一种二次元感的纯净与柔和。这种感觉不同于欧美式的凌厉锋芒，也区别于日韩偶像的精致可控，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软，不油腻，不矫揉，却能牢牢吸引观众的目光。尤其是在她饰演少女角色时，那种信手拈来的天真感无需刻意表演，仿佛她就是角色本身。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赵丽颖逐渐褪去了早期的青涩与天真，转而走向了更多元、成熟的角色选择。从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盛名，蓝到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，再到电影《酱园弄》里的先锋女性，她不再只是那个灵动甜美的小姑娘，而是一个可以在角色中沉淀自己、表达深意的演员。尽管她的外貌依旧出众，但她脸上的甜开始被坚毅沉稳真实所取代。这是她成长的印记，也是每一个女演员必须经历的阶段。有人感叹，早期的赵丽颖最美，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她现在不美了，而是那种未经雕琢的灵动美，一旦失去便很难复制。年轻时的她，是那个穿着简单古装，在镜头前一笑就让人心动的少女，而现在的她，是那个穿梭于复杂角色、承载社会情绪的女演员。她依旧美，但那种美早已升华为一种气场，一种岁月沉淀后的独特风采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观众会怀念她最初的模样，甚至提出希望她不要整容，希望她保持初心这样的声音。赵丽颖本人其实从未刻意强调自己的外貌优势，她更注重的是角色和作品本身。从早年在各类小角色中摸爬滚打，到后来的女主担当，再到如今进军大荧幕，她始终把表演放在第一位。正是这种态度，让她能够在外貌不断变化的娱乐圈中稳扎稳打地站稳脚跟。从一个灵动甜美的漫画女孩，到如今沉稳内敛的实力派演员，赵丽颖的成长之路看似平静，其实每一步都浸透了努力与汗水。她并非一夜爆红，而是在无数个默默无闻的日夜中积累而来。这种经历也让她的早期颜值变得更加珍贵。她不仅仅是外在的青春记录，更是她一路走来的见证。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那一张张灵动甜美的照片时，除了感叹她的美貌，其实更多的是怀念那个纯粹的年代，
怀念一个女演员可以凭借真诚笑容和清澈眼神俘获观众的时光，而赵丽颖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最后，也想借这篇文章对每一位一路陪伴赵丽颖成长的观众与粉丝说一句：谢谢你们的坚持与包容。赵丽颖的美不仅仅停留在早年的甜美灵动，更延续到了今天的坚韧和从容。她在变，但始终未变的是她心中那份对表演的热爱，对自我坚持的执念。我们可以怀念早期的她，也可以欣赏当下的她。未来的赵丽颖或许会以更多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但我们相信她始终是那个最真实、最温暖、最值得喜爱的赵丽颖。愿我们都能在赵丽颖的成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勇气与坚持。不管时光如何变迁，那些被她早期笑容打动的瞬间，都值得永远珍藏。王一博神隐半年，工作室零图更新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王一博的突然静默像空荡的舞台，模糊的背影勾起粉丝无尽想念。他在异国挑战自我，却鲜少露面，工作室的挂壁忙碌更添神秘。这份等待如同期待天边晨光，但我们相信，当他带着新鲜故事回归时，所有等待都将化作最灿烂的晴天。说到王一博，现在谁还能找到他的最新照？别说，真是难啊！这半年，他的工作室除了那几张几个月前的照片，真是像突然被按了暂停键似的，难以想象的静默，像一个空荡荡的舞台，空到令人莫名不安。你想啊，我们这些粉丝每天打开社交，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背影，模糊的像能穿越眼睛，那是过去的王一博，而不是如今的他。是不是觉得这背后藏着点什么秘密？或者是不是有人在刻意隐藏他的动态？反正我觉得，无论是谁在背后操盘，这份神秘感都让人欲罢不能。王一博在美洲那阵子跑去挑战自己，折腾得不轻，平安无事最重要。他还在海天一色、阳光洒满的异国街头挥洒汗水，那个帅气的身影偶尔在社交上出现一两张局部照，但是几乎没有成体系的更新，没有那种让人一眼就心跳加速的直白画面，挺让人心里直嚷嚷，你还更喜欢低调吗？其实心里也明白，无论外头发生了啥，王一博都在安全端着，安好就够了。至于工作室，这位老板说了，你看我天天忙着挂壁，看装备，哪有闲心低头拍照？也挺有理的。出来咧，平时跑去很多剧组拍摄、演出，眼睛都快看花了。突然之间，连发个动态都变得那么难，到底是在忙事业，还是在把粉丝当成了 OTR 管家？是不是？谁都知道，王一博的每一次露面，每一张照，都是粉丝心中那个火热的味道。其实吧，我知道，粉丝们都一样的，希望他平安喜乐。那种想念，像一根刺扎在心口。每次打开微博、抖音，翻来覆去找他的消息，像大海里捞针。结果，除了老旧的照片，几句最新动态待发布的留言，几乎一片死寂。这种等待，有点像期待着天边那一抹晨光，却迟迟没有出现。说实话哦，我相信有人在背后操盘，但这个背后到底是谁？王一博的工作室，还是另有人在守护他的隐私？我猜，至少这段时间在他身边的，都得属于静默守护的级别。私隐的边界不容侵犯，是吧？但我心里就是想着，王一博，你快点出来吧！不管你是在拍戏、录综艺，还是在旅途上好好放松，我们都希望你知道，我们都在等你，想你。生活就是这样，耐心点了，再等一段时间，或许就是那一天，他会带着笑容，带着新鲜的故事重新出现。到那时，粉丝们的那种疯狂的期待，绝不会是虚空中的空想。这是爱的力量，是漫长等待的价值。从2024年底到2025年中，王一博的个人动态突然变得极其稀缺，尤其是在视觉内容层面，
工作室半年内未发布一张高清近照，这种罕见的低调操作在娱乐圈掀起不小波澜。对一位顶流艺人而言，曝光本是日常，而神隐半年无新图，着实令粉丝与吃瓜群众都感到迷惑与焦虑。一时间，关于王一博去哪了，是不是转幕后了，是否被雪藏的猜测不断升温，连带着他所属工作室也成为舆论焦点。那么，这场消失式营业究竟是偶发的懒惰、策略性的沉淀，还是另有隐情？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行业规则、偶像压力和大众心理投射？这篇文章尝试从多个层面进行拆解，也希望给予每一位关心王一博的人一份理性且温柔的解读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王一博并没有真正消失，他仍在工作，也不断有动态曝光。只不过，这些曝光都并非来自官方渠道的精修营业照，而是零星的出现在一些拍摄花絮、合作项目或非工作状态下的路透中。从纪录片探个究竟的拍摄行程，到参与赛车的幕后训练，再到偶尔参与公益活动或与品牌沟通的行程，可以说，王一博并不是闲着，只是他的工作内容转向了更偏幕后、更沉浸、更需要深度准备的方向，而这些内容不具备及时发布、频繁更新的可见性，因此让外界产生了一种他人呢的错觉。而工作室半年未发布个人高清图的行为，则成为粉丝最直接的情绪出口。在粉丝眼中，这种沉默被认为是对爱豆热度与事业的不负责任，是对粉丝需求的漠视。特别是对于常年用图文表达情感、剪辑创作、安慰自我、维系圈层的粉丝来说，一张新照片不仅是视觉满足，更是情感补给。当这种补给被断供了6个月，其影响不言而喻。于是，便有人开始怀疑，是王一博本人不想发图，还是团队管理层出现问题？甚至有人推测是否被某种外部力量限制了曝光度。但若从理性角度分析，这种零图更新的背后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。一方面，王一博本人在多个公开采访中表达过对过度曝光的反感。他并不热衷于每天打卡式营业，也希望自己的公众形象建立在作品之上，而非自拍和滤镜之下。在这样一个流量为王、碎片快销的时代，他选择做而不说，本身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倔强姿态。另一方面，他所涉足的项目大多非传统综艺与电视剧，而是纪录片、赛车、时尚创作与国际合作类内容。这些项目本身需要周期较长，制作环节复杂，保密等级较高，在内容正式释出前，常常不会剧透，更遑论提前公开素材供营业之用。从行业规律来看，越是高端内容的产出，越是需要耐心等待。从某种角度而言，王一博的神隐并非沉寂，而是积蓄。他的低调并不代表无为，而是有选择的隐藏光芒，将曝光权留给更具质量的节点。工作室配合艺人节奏，不盲目营业，也未必是管理失误，而是一种以内容为王的长期主义策略。这种策略虽然对粉丝短期情感是挑战，但从艺人长期发展而言，却有助于建立更坚固、更有质量的形象体系。娱乐圈的浮躁与快消已经被诟病许久，而王一博似乎选择用缺席感去提醒大众，真正的实力不怕等待，真正的艺人无需每日营业。当然，这样的选择势必也承担着舆论与热度的双重压力。当一位曾经的顶流开始慢下节奏，围观者难免质疑其是否已经不红了。但若细看王一博近半年参与的品牌合作、纪录片评分、赛车成绩及海外曝光度，会发现他的热度并未实质下滑，反而更加稳固与国际化。只是这种热度不再以微博热搜机场图、自拍营业为唯一评判标准，而更多体现为其内容的深度、合作方的层级以及项目的专业性。比如在探个究竟中，他用第一视角诠释真实探险精神。在赛车项目中，他获得了职业车手等级。在国际时尚圈中，
他成为多个品牌的长期面孔。这些成绩的累积，都不是靠一两张高清美图堆砌出来的，而是真实能力与长期耕耘的结果。对粉丝而言，这段无图的日子固然难熬，但或许正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它让人意识到，一个人的陪伴不只是依赖一张张照片，而是来自一种持续的信任与默契。这种信任并不建立在每日更新的甜蜜互动上，而是在看不见的努力中依然坚定不移的支持。在娱乐世界里，照片可以是滤镜下的精致幻影，而真正的存在感则藏在作品、成就、信念与精神传达之中。王一博一直在告诉大家，他不是那种需要依赖每日自拍来维系人气的艺人，他用他的消失诠释了另一种存在方式，不是每天见面，却从未离开。而对于那些仍在苦等照片的粉丝来说，不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陪伴。或许你可以重温他的过往作品，挖掘他性格中的坚韧与温柔，也可以把等待的时间拿去成长自己，等哪天他归来，我们都能以更好、更成熟的状态迎接。又或许你可以把这段沉寂视作一种对未来更高质量作品的铺垫，就像他自己所说，我不是不想营业，我只想把更好的我拿出来。双引号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还在默默等待照片、刷着空空微博、搜寻路透细节的你说一句，你没有白等。王一博没有离开，他只是选择了不喧哗的努力。他依旧在用他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，只是这一次不是靠一张张滤镜美图，而是靠一场场挑战，一次次突破，一个个真实的脚印。他教会我们什么是低调的坚持，什么是沉默的成长，也让我们学会在没有照片的日子里，依然为一个人感到骄傲。愿我们都能理解王一博消失背后的含义，也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不需要每天营业就能被坚定守护的人。照片会回来，光也终将再亮起。在这之前，请继续相信他，也请继续陪伴他，用更成熟的心态迎接属于王一博的下一个阶段，那个更真实、更强大、更不可替代的他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